结婚3年，周廷安回来的次数屈指可数。说是丈夫，他更像个偶尔路过的住客。廷安。你特地叫我过来，不就是为了这件事吗？不是的，今天是我们3周年结婚纪念日，我有礼物要送给你。礼物不必了，你送给我的向来只有惊，没有喜。周廷安，哪怕是今天，你都不能对我露出一点笑容吗？你想要我怎样？陪你发疯，还是陪你过这个无聊到极致的纪念日？怎么会无聊呢？人生能有几个结婚纪念？说不定过了这个，就没有下个。你会让他没有吗？你觉得呢？别着急，我礼物还没送给你呢。周廷安，我们离婚吧。我们离婚吧。你又想干什么呀？为了钱，你的招数还真是层出不穷啊！我1分钱都不要，没问题的话，就签了吧。沈星瑶，你跟我适可而止，我没有时间陪你玩这些无聊的把戏。我说今晚要给你个惊喜，你看，这是不是普天同庆的大喜事？认真的。今天晚上只有喜，没有惊。好，别后悔。沈星瑶，祝你离婚快乐。星瑶，你真要跟周廷安离婚呀？你不是爱他爱得死去活来的？是爱他，可是他心里有别人了呀。3年了，养条狗都该养熟了，可他……沈小姐，我和田安马上就要订婚了，我希望你能主动退出。订婚？徐小姐，我和周廷安已经结婚3年了。我和田安是青梅竹马，3年前要不是我出国的话，也不会让你假云逼婚，趁虚而入。你这偷来的豪门太太位置也该还回来。许小姐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是周廷安的妻子，我是不会离开他的。难怪田安说你恶心透顶，像块又臭又黏的狗皮膏药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你知道吗？前些年他每次去见我的时候，都恨不得把你碰过的皮肤搓烂才好。你已经折磨了他3年，你还不肯放过他吗？对，这3年我们一直有联系，他爱的是我。至于你，我希望沈小姐你能有点自知之明，别让我们撕破最后的体面。我们的这段婚姻啊，可能从一开始就是错，
与其互相折磨，不如就此放手。你这么看着我，我是说错什么了？不，我觉得你说的简直太对了。我是没想到，你这个恋爱脑怎么就突然开窍了呢？你才恋爱脑！谁说你不是呢？3年前，你化名陪你设计的那套首饰星光面试就引起极大的轰动，当时设计界都说你是1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设计师。当初你要不是转身封笔嫁入豪门，而是去了巴黎，你现在呀早就享誉全球了。哎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到现在还有人重金求你一设计呢。重金？还有这种好事？你自己看看。哦，我还是有点运气的好。周庭安花300万买一条项链设计，这个狗男人，给别人花钱大手大脚的，居然好意思让你见人说货。新瑶，你要这吗？周总，我刚确认过了，夫人昨天晚上就搬出了新婚公馆，她除了自己的私人物品之外，什么都没拿，还留了这个。净身出户，什么都不要。林楠，你给我翻译翻译，他这什么意思呀？不懂。也是。问你这个单身狗有什么用？哎呀，周总，您不带这么人身攻击的呀！哦，对了，周总，您之前一直让我找的设计师 Penny 有消息了，还需不需要请他给夫人设计项链作为周年礼物呀？他都要跟我离婚了，我还给他送项链，我有病吗？行吧，那我现在就把联系方式给删了。等一下，拍你封笔3年，好不容易出现，还是先保持联系，万一以后有合作呢，是吧？公司合作，是，我们周总一心为公司着想，简直是我等楷模呀！滚蛋！好嘞，滚！这个沈星瑶他不要钱，他能有什么目的呢？我还以为你能有多硬气呢，这么快就来找我和好了。离婚协议书收到了吗？我已经签好字了，你有时间告诉我一声吧，我们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。沈星瑶，这么久消息都不回，难道是没看到 ？Hello， 请问您看到我消息了吗？您对离婚协议书有什么不满的地方？继续。还不回？周总，我知道您的工作很忙，但是请您可否赶忙之间抽出时间来和我离个婚呢？我特别大，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。比如说，我们要从建筑材料。继续。我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？周庭安，你还能不能行了？离个婚磨磨唧唧的，你要是真的不想见我的话，那赶紧把手续办了，以后老死不相往来。这个狗男人竟然把我的微信给拉黑了。喂，太太，
差了。他问您他的那件蓝白条纹的衬衫放哪儿了呀？他衬衫在哪关我什么事？他要找衬衫的话，请他去找保姆，不要找我。任星瑶，我给你半个小时到星湖公馆。花多少钱才能把这个狗男暴打一顿？哎，宝儿，你干嘛去？钟庭人那个狗男头快一击！这衣服还是结婚那年我特意给他买。婷啊，今天去买了件衣服，觉得特别适合你，你试试看，怎么样？不要用这种廉价的方式来讨好我，也少一点那种一眼就能被看穿的小心机。明明嫌弃这衣服，却特地叫我回来，不是为了报复我，故意捉弄，又是为了什么？找到了。你别长眼睛啊！其他的呢？什么其他的？我出差1周，你就让我穿1件衣服。周总，周先生，我提醒你一下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所以下次找衬衫、收拾行李这种活，请不要再来找我。劳烦您去找保姆，或者你的下一任太太。我也提醒你一下，咱们俩还没有办离婚手续，法律上你还是我的妻子，所以这些活只能你干。没得商量了吗？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好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死人的话，那我就去找许志毅来给你收拾，他一定跑得呀一兔子非常满意。沈星瑶，我最近是不是太纵容你了？周总，请你用词准确一些，我可承认不是这2个字。行了，你这欲擒故纵的把戏想玩到什么时候？你不用再一而再再而三挑战我的底线。说吧，你这次想要多少钱？周总，我真的只想离婚。你不是对我厌恶至极吗？我提离婚，你应该偷着乐才是啊，何必在这惺惺作态？我什么时候说我？我知道你怀疑我的目的，你放心，我可以写保证书。离婚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带着律师、摄影师全程跟着，我保证不会勒索你的一分一毫，更不会胡搅蛮缠，影响你找下一任。怎么样？周总，请问你什么时候有空？我说了我要出差，等我回来再说。好，那我配合你的时间。周总回来记得告诉我哦。狗男怎么回事？不是之前疯狂想摆脱我吗？现在搞得好像还是我求着你要离婚似的，莫名其妙的狗男人。周总，您怎么了？看着好像不太高兴。最近有跟太太说过什么吗？没有啊，太太不常出门，您又不准她接触公司的事儿。再说了，最近也没什么不好的传闻啊。那她这是闹什么呢？闹？周总，您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太太为什么要离婚？我怎么可能不？管得着吗你？赶紧联系 Penny， 定制那条项链。狗男人，还敢送上门来？周总 ，Penny 拒绝了。为什么？嫌钱不够啊？你告诉我，钱可以加。不是，那是什么原因？ Penny 说了，设计要看眼缘儿，
他还说这个……别支支吾吾的，快说！陪你说不接渣男和狗蛋的。周总，这我就搞不明白了，他什么意思？您是渣男还是狗男？是Penny说的呀。周氏得罪过他吗？他有病吧他？查，给我好好查查这个Penny。周总，那太太离婚这事儿，出差回来再说。哟，拒绝了。我说了，不接渣男和狗蛋。不愧是你啊，敢拒绝周氏的设计，果然只有你了。那狗男人设计项链肯定是为了给许知一当订婚礼物的，他当我是死的吗？让我一个还没有离婚的前任给他的现任设计礼物，想得美！这狗男人这么渣的吗？珊珊，我有个想法，我想复出工作，我想离开周庭安，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太好了！盛光集团正在招设计师，他们的老板刚从巴黎回来，有名有才，还特别有钱，最重要的是长得特别的帅。真的？要不我去试试？我给你安排，咱们争取立即拿下他们老板，直接美滋滋的当上老板娘，气死周庭安那个狗男人。好主意。怎么了？你来大姨妈了？冷宫天饭呢，我就帮你拿几个来。买点吧，你不也快来了吗？怎么了？我好像2个月都没有来。你不会是怀孕了吧？珊珊，乌鸦嘴，对，我可能就是3年前流产之后经期不准确而已。再说了，他都做了措施了。这做了措施也不是100%的呀，你还是抽空去查查吧。再说吧，我想赶紧先找个工作。李小姐，你能来盛光和我们合作，我们真的很高兴。这次是给我订婚设计东西，我也希望和你们合作愉快。您放心。这位小姐，您是？我是来面试的。你是来面试的？这儿看起来也不像是缺清洁工的样子。是啊，这里不是有许小姐吗？你什么意思？石清瑶，据我所知，这3年来你一直是家庭主妇，怎么？你现在想当设计师了？你们盛光门槛就这么低？这是我的事情，就不劳许小姐开心了。你可以多去劝劝周总，赶紧和我离婚吧，要不然你只能当一个登不上台面的小三，这可就不好了。总裁，你好，我10月是你。欣瑶，我回来了。10月是你。欣瑶，我回来了。静瑶，你设计的星光已经火遍整个设计圈了。谢谢。我给你也申请了去巴黎的机会，以你现在的天赋和能力，一定很快就能成为全球著名的设计师了。星瑶，我喜欢你，跟我在一起好吗？星瑶，这是去巴黎的机票，你和我一起去好吗10月，对不起，我的梦想不在那里。
你怎么会突然回来？你当初说你的梦想不是巴黎，所以我回来了。10月，我结婚了。我结婚了。你当初就是因为他，所以才不去巴黎的吗？我就知道。我刚刚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我这次回来是为了帮你实现梦想的。你不是一直想成为全球著名的设计师吗？难为你还记得。合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是国内最好的待遇，而且3天后，盛光会为你举办一场欢迎宴，到时候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。10月，你没必要为我做这么多。能不能不要再拒绝我了，好吗？能见到大名鼎鼎的 Penny 是我们盛光的荣幸。真的是。他人呢？太太一直就没回来。竟然这么沉得住气，这个女人到底想怎么样？喂，田安，明天陪我去参加盛光的宴会好吗？没兴趣。可我听说盛光签下了 Penny。田安，周氏和许氏的合作刚开始，我刚回国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你陪我过去帮我引荐点人脉，我也不用事事都来烦你。Penny？就是那个很有天赋的设计师，他的成名作星光会在宴会上展出，你就陪我去看看嘛。星光，不就是沈清瑶喜欢的那条项链吗？安排一下吧，我去。今天很多人都是冲着 Penny 和星光来的。看样子，我还算是有点名气。你先在这里看着，我去招待点客人。沈小姐，你也来看星光？这可是 Penny 设计的成名作，过去3年一直都被国外皇室收作珍藏。这样档级的珠宝，沈小姐你平时看上一眼，也是莫大的福气。不像我，想要的话也是唾手可得。可为什么我觉得许小姐的这副嘴脸是配不上星光的？你是吗？不过我想要的话，提安他是一定会买给我的。我的男伴来了，不打扰沈小姐，你继续欣赏星光了，多看几眼。以后到我手里，你想看也看不到。狗男人还想给许之意买星光，你配？星瑶，过来一下。平安，你来了。Penny呢？我没见到 Penny， 倒是见到你老婆。她和盛光的宋总在一起，给他做女伴，他们看起来好像很亲密呢。周庭然，放开我！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在这干什么？好像用不着跟你说吧。你需要我提醒你和我之间的关系吗？那我也提醒你，我和你已经离婚了，所以我去哪和你没关系。我想你应该放开我女伴的手吧。你的女伴，我这才出去没几天，你又给了我一个大的惊喜啊10月，你走吧。等一下，宋总，今天是Penny的欢迎宴，你不找Penny做你的女伴，找我的老婆。谁是你老婆？咱们俩还没离婚呢。是。
马上就不是。再说了，你不是已经找好下家了吗？什么下家？沈星瑶，我警告你，别在这造谣。现在呢，有请我们圣光的宋总来讲几句。星瑶，我先过去一下。我想你一个人应该没问题吧？没事，你去吧。今天这场欢迎宴，除了庆祝设计师 Penny 与圣光签约外，还是为了公布圣光和 Penny 接下来将会推出的3款名为《初恋》的首饰。3年前，潘妮推出了作品《星光》，那寓意为追逐梦想的光。那这次的新作品又命名为《初恋》，寓意是什么呢？初恋系列是针对年轻市场，至于寓意嘛，这不显而易见。初恋是青涩又甜蜜的，有时候让人想起来就觉得像是酿了一壶酒，等到成熟时再去品尝它，味道就不一样。宋总感悟的这么深，那么宋总的初恋是什么时候呢？大学。听说宋总和潘妮是大学校友，那宋总的初恋不会就是潘妮小姐吧？算是吧。哦，大哥啊！这个系列的首饰啊，潘妮是不是初恋？初恋呀！哎呀，找你做女伴，还在台上大谈初恋，看来沈小姐的眼光比我想象的还要差。是啊，我的眼光一直都很差，不然怎么看上周荣宇的呀？大家安静一下，刚才说了些题外话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角 Penny 出场。事情要干什么？他难道？这想干什么？放开我！你该不会是吃宋时月和潘妮的醋，想上去闹吧？你管我？你和宋时月到底什么关系？给我解释清楚。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现在上去丢人现眼，又想让我给你收拾烂摊子是吧？我丢人现眼又能怎么样？周总，你不觉得以我们性格的关系，说这个很滑稽吗？咱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啊？排队预约离婚的关系。沈清瑶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请你不要一再挑战我的底线。你要是再拿离婚来威胁我，我要你好看。周总，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话，只会让我想吐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你，沈星瑶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没忍住。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没有，真没有。好了，没有，走，回家等继续。周总，你干什么？你没事吧？宋总，你已经有初恋了，还在这儿勾引有夫之妇。你们国外回来的，玩的挺花啊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礼貌吗？星瑶，认清你自己的身份，你现在还是……行，你没事吧？我送你去医院。不必了，我自己的人我自己能送。星瑶不需要周总你这个准前夫，是吗？沈星瑶，你要跟谁走？你要跟谁走？那个十月，我今天可能吃坏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先打个车去医院。那个宴会哪有你重要？走，我开车送你去医院。可是什么呀？走吧。等一下，沈星瑶，我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。周总，现在不是你闹脾气的时候，你没有看到希望他很难受吗？绕开！安排！帮我查一下，沈星瑶和宋时月到底什么关系？马上查！医生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恭喜你要当爸爸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我怀孕了？对啊，
妊娠40天，胎儿一切正常。你之前的情况不是拉肚子，是正常的孕吐反应。当孕妇很辛苦的，当家属的要好好照顾，以后饮食要清淡一点，多散步。好。可是我们都有做错事了呀。避孕套这个东西不是100%避孕的。啊，你看上面写了98%的避孕概率。我这样。拿走是要给钱的。再说了，你们这几个月不能再同房了。那个医生，我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可以做手术吗？不想要，做是可以做，但是之前你流过产，如果这次也拿掉的话，恐怕以后很难怀上。啊，那医生，我们再考虑考虑，谢谢啊。你们回去好好商量一下。你现在身体也太虚弱，不适合做手术。如果要做，半个月以后再来。谢谢医生。谢谢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今天谢谢你陪我过来。你跟我客气什么呀？那个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难道拿个避孕套去找商家负责啊？这种感觉怎么说呢？就好像光明明明就在前面，我只要走一步，再走一步就能摆脱身后的黑暗。可是有个人突然在门口给我竖了一道高墙，让我怎么跨也跨不过去。那你准备告诉周庭安吗？他大概没有兴趣知道吧。我现在只想赶紧把婚给离了。你放心，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会陪着你。周总，董事长又打电话催您回老宅了，说是有正事要。他除了让我和沈星聊离婚，娶那些他看得上的女人，他还会干什么？梁木色，周总，我说过不是谈离婚。你过来，我会和你谈的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来酒吧谈离婚，周总的喜好还真是特别呀。你除了离婚还会说什么？我们之间除了离婚还有什么好谈？你和宋时月是什么关系啊？我听说你前几天去盛光面试了。听你新欢说的吧？怎么了？都要离婚了还不允许别人重操旧业呀？重操旧业。周庭安。周总，周总，你怎么了？周总，你是被人下药了吗？我可以帮你。周总，我怀孕了，我们结婚吧。你这种为了钱算计别人、嫁入豪门的把戏，还想玩几次啊？所以你是觉得我是为了和宋时月在一起才去盛光给他工作的？不然呢？以你的能力，能进盛光，你以为你是拍你啊？原来你是这么看的，周庭安。我最后再说一次，我之前嫁给你，不是为了钱。那是为了什么？那是为了什么？
小妞儿长得真不错。他爸可是欠了咱们老大500万，不如直接把他带回去给老大抵债吧。别动我，别动我！哎呦，走。别多管闲事啊！你是？滚！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。遇到这种事情，报警比哭喊有用。周庭安，周总，周总，你怎么了？你说话呀！不是为了钱，那是因为什么？周总，今天你既然不是来谈离婚的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沈星瑶，你当初为了嫁给我，甚至谎称怀孕，为了当上这个周太太，你不择手段。现在你跟我提离婚，你觉得我信吗？周庭安，之前是我错了，现在不管你信不信，我只想和你好聚好散。我也很想相信，你不是为了钱。对啊，初恋系列你想的怎么样了？我们去公司商量一下。啊？他们听说是 Penny 设计，昨天官网都沦陷了。那我是不是要发财？财迷。放开！信不信我让他们炒你们鱿鱼？叫你们总裁上来。喂，太太，你父亲来周氏了，我觉得你还是过来看看比较好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周庭安，青瑶，你去哪儿？我送你。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啊！我是你们总裁的岳父，松开！我让他们炒你们鱿鱼，你信不信啊？太太，你父亲已经在这儿闹了半个小时了，对我们周氏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周总让你3分钟之内解决这件事，不然就直接叫警察过来走司法程序。我知道了。沈军，沈军，起来，起来！青瑶，你来的正好，赶紧让周庭安下来给我钱啊！我说了，我已经和他要离婚，他的钱和我没关系。怎么可能没关系？你这3天让他白睡了吗？啊！开玩笑，他在外面玩女人，不给钱人家能让他走吗？你怎么走？我都报警了。沈清瑶，你敢！白养你这么大！你的主，我报警。好，沈清瑶，有你的啊，有你的，你们都给老子等着，等着啊！转告你们周总，过2天我还来，我还来，等着，等着。麻烦你了，林特助，辛苦你帮我对周总说一声抱歉。太太，没事。别看了，散了散了。疼吗？他是你爸爸？让你看笑话了。周总，解决了吗？太太她人呢？她跟圣光的宋总一起离开了。什么？周总，我看太太跟您离婚的意志挺坚定的，那还找佩妮小姐设计？你哪只眼看到他跟我离婚的意志很坚定了？那叫欲擒故纵。他以为我们上当，学着点儿。
继续连着拍你，让他给我设计一个比星光更好的作品出来。好的，周总，这不明明还在意太太吗？男人呢？哟，先生，哎呦，您这是，你咋喝成这样了？快快快，您躺着。哎呦，我这就去给您煮点解酒汤。先生，这解酒汤没有了。你给他打个电话。喂，夫人，家里没有解酒汤了。我和你们周总马上就要离婚了，请别再叫我夫人，而且解酒汤的事情也不归我管。可是先生说了，夫人之前买的解酒汤效果好，他喝别的不管用。能不好吗？那是我亲手熬的。他只喝您煮的。怎么了？现在才发现我熬的醒酒汤有起死回生的作用呀。沈星瑶，你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事儿啊？忘了和你同归于尽吗？你还有一张500万的欠条在我这儿。好嘞，周总，我这就熬了给您送过来。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？我要结婚了，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还赌债。我一定会想办法把钱还给你的。不用了，你用了那么多手段和我结婚，不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吗？宝贝儿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呢？周总，请查收您的醒酒汤到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500万。周总，这件事情可以明天再商量吗？明天。虽然我欠了您的钱，但是我一个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的美女子，大晚上在你这儿，恐怕不太安全吧？沈星瑶，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？说我不要脸的人很多，这点啊，小意思。明天再谈欠款翻倍。算你狠！周总，是这样子的，我呢手里还有点小钱，我可以全部都还给你，剩下的分期还。你当我这儿开银行呢？那你想怎么样？一次性还清，或者你也可以每天来我这儿整理房间、洗洗衣服、洗洗内裤、洗洗袜子。一天多少钱？1个月20。周总，这样不太好吧？这样好像对你有点不太公平。你要我做的这些，要是算在我们结婚时，1个月20万，1年就是260万，3年就是720万。我们结婚3年，这么算下来，你还欠我220万。哎呀，我也不是说非要你还这220万。要不这样，你觉得我们2清怎么样？你不会以为你是个逻辑小天才吧？你也这么觉得呀？我不这么觉得，我没跟你开玩笑。那你说怎么还？那你说怎么还？
1个月还清，不许分期。那周总，我今天实在是不方便，我真的要走。哪儿不方便？你是怕我对你这个人见人爱、花见花开、车见车爆胎的女人做什么？你想干什么？我们已经离婚了。要离婚就是还没离婚。咱们现在是合法夫妻，可以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。沈星瑶，你之前不是去过医院了吗？你我这病啊，一时半会好不了，尤其是看到周总你呀，病情会加重，所以麻烦你晚一点。之前是你求着我让我睡，你现在跟我玩这套，你真当我脾气好是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治治你这怪病。放开我！沈星瑶，你别胡来啊！我怀孕了，我怀孕了，妊娠40天，是你。你明知道我不会让任何人怀孕，包括你，你还拿这个跟我开玩笑？我没有开玩笑。别招对我没用，知道吗？这个孕检单花不了多少钱就能办，我之前已经上过一次当了，真当我傻呀？都这么久了，他还是不信。爸爸，等爸爸回来了，我们就可以一起玩了。病人传染迹象，快联系家属。联系不上家属，不好，病人单腿了，不选中。好。孩子呢？孩子带出来了。孩子，这病历单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是因为阑尾炎发作才从楼梯上摔下来的，根本就没怀孕。石星瑶，竟敢假孕骗婚！没想到这么轻松就被你识破了，看来下次我得换一张。没有下次。好，明天9点，民政局见。行了，你别后悔。没有比3年前嫁给你更后悔的事情。你，明早别忘了。要我陪你一起？不用了，珊珊，你还有工作。珊珊，我想把这个孩子生下来。昨晚我梦到，是我3年前的那个孩子又回来找我。你说，我怎么能忍心再扼杀他一次？好啊，你生下来了，我陪你一起养嘛。等你以后重新嫁人了，让那个狗男人的孩子叫别的男人爸爸，气死他！想想那个狗男人的脸色，就很爽。那我走啦。喂，周庭安，你又迟到。我迟什么到？你说话不算数是吧？明明昨天晚上说好的，今天来离婚的。说完，我说什么了？呀，我买了早饭，你快来吃吃。我说你怎么没有时间来和我离婚呢？原来是和许小姐在一起是吧？离婚？离什么婚？谁和谁离婚？行，不离婚也行。那周总，以后我们就各玩各的。那你就别怪我
给你戴起顶鲜艳的绿帽子。你来干什么呀？我买了早饭，你快来吃吃。我不吃，自己吃。哎，我跑了很久才买到的。怀孕了？难道是沈静？刚打的。刚打的。我就是有点头痛。还不走啊？我今天是来想跟你说说咱们两个人订婚的事儿。咱们俩订婚？你是想让我犯重婚罪，帮我去蹲号子？不是，我是听周伯伯说你和沈逍遥离婚了。你听错了。那可能是我误会了。平安，下个月有一场珠宝时尚大秀，周氏是承办方，圣光是参展方，我想和 Penny 合作，拿下初恋系列的代言。哦，女明星是想让我给你当助理，给你安排通告。不是，平安，你对我怎么这么冷漠？咱们两家是有联姻的，如果不是我出国的话，也成全不了你和沈小姐。你是不是该多一点补偿？再说了，沈小姐也在圣光，她和宋总走那么近，你就不担心吗？这跟你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。如果你帮我和 Penny 合作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盯着他们两个，而且我也能帮你劝劝沈小姐。可以。你答应了？带不走我马上撤话。走走走，记得吃早饭。哎呦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呀？居然敢拉黑我！又是离婚失败的一天，这个人这狗男到底想什么啊？不对呀，他也没有道理骗我，难道是我喝断片了？新苗啊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我记得你特别喜欢吃这家绿豆糕，我今天特意去买的。哪位你还记得？我们以前经常吃这个，一起讨论设计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也都没有忘记。我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我都没有忘记。这些年，我都是靠着这些一直在坚持。十月，好了，我们不聊这个了。我不想让你为难。我讲这些，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一直在等你。谢谢你啊，十月。哎，对了，我想求你帮个忙。什么？可不可以先不要公开我是Penny的身份？为什么？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！我不想在离婚前把我自己和孩子推到公众面前，而且你也知道，我爸欠了赌债，他如果知道我是Penny，他一定不会放过我的。秦瑶，这些年你受苦了，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什么事情都自己一个人来搞？什么事儿啊？周总，这是我们圣光集团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找我自己老婆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谁是你老婆？你是我老婆。等会儿，你把我拉黑了？你说话！都要离婚了，拉黑不是很正常吗？难道留着联系方式，以后约着去彼此的坟头蹦迪呀？再说，你不是也把我拉黑了？这不就是两清的意思啊？你每天发消息，除了离婚就是离婚，我看了烦。那就好啊，这样就不用烦了呀，刚好一别两宽，皆大欢喜。3句话不离离婚，你就这么想离婚呢你？
难道周总之前以为我说的离婚在开玩笑？昨晚明明都说好了。我昨晚什么都不记得。不记得就好，不能让他知道我怀疑你的事。你说要把我的债给免了？啊？不可能。周总对自己的认知还真的是清晰呀。什么认知？周8P。哎，周总，你今天到我们圣光来，到底是干什么？Penny 呢？你找 Penny 干什么？她新设计的初恋系列，代言人由我来安排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周氏是这次珠宝展的主办方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。Penny 呢？我要见她。你没见过潘妮吗？你没见过潘妮吗？我没见过呀，她封笔3年，我去哪见她呀？怎么，我没见过，还不能跟她合作吗？当然能呐，但是今天你不在。不在。行吧，那代言的事情就这么定了。沈星瑶，你来负责。我？你？我拒绝。为什么？你拒绝？好啊，500万。周总，星瑶要是拒绝的话，我们圣光还有其他的人。这次的报酬我付双倍给你。徐月，可以吗？反正我对潘的作品也比较熟，刚好赚钱了。可是这次的事就这么定了。好好上班。出来，咱们谈谈。谈工作。沈星瑶，你进圣光是因为Penny，你很喜欢Penny。周总什么时候关心起我的事情来了？你对 Penny 这么感兴趣，难道你？我能对一个陌生女人感什么兴趣啊？是这样。哟，你就是沈星瑶吧？居然敢设计周总，果然是没脸没皮的贱骨头。瞧你这项链，应该是星光的仿款吧？不愧是野鸡，当了假凤凰也只会带假货。这不是仿款，这是真的。嘿，你的星光可是被皇室收藏的，你这不是假货，这是什么呀？这么高档的酒会，可容不下你这种假东西，给我取下来！放开我！干什么呢？周总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他带假货。天，这不是假货，这摘下来。天，我周家不缺你吃，不缺你穿，你带一个假货出来丢人现眼，摘下来。该干嘛干嘛去。林楠，你联系一下那个叫Penny的设计师，给沈星瑶定制一条项链。是为什么？没什么，你不是要跟我离婚吗？你管得着吗你？周总，周总，门在那边，慢走不送。林楠，把那个项链定下来，我砸死他！喂 ，Penny 小姐，我们周总还是想让你来设计项链，这次出价500万。500万？请问他是要送给谁呀？一个很重要的人。很重要的人。星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周氏找我设计项链，感觉价格还挺好。那你要接吗？难道是知道我喜欢Penny所以给我的？接吧，反正赚钱嘛，我也缺这500万。那好吧，你接吧。
小姐接了您的设计？500万，不接是傻子。这样的话，太太肯定会很高兴。她会高兴吗？当然啊，您不是说了吗？太太喜欢Penny啊。这样太太一高兴，就不跟您谈离婚了，真好。哎，闲是吧？10分钟，分好嘞。啊？好嘞，周总。你们说谁会是初恋系列的代言人？听说是周氏的周总亲自邀请，那肯定是很重要的人吧？说不定啊，是周氏下一个要捧的明星。新瑶，你不好奇吗？可能是周庭安本人要出道吧。许小姐，大家好，我是初恋系列的代言许知意，以后请大家多多关照。听说许小姐可是周总的白月光，怪不得代言初恋系列。这狗粮也太齁了！我的妈呀，周总真是太痴情了，竟然为了许知意做到了这种地步。怪不得周总要亲自来要，是许知意的话，一点也不意外。听说啊，他们快要订婚了。准备开会了，为顾客创造高端服务化社会。好了，散会。沈小姐，等一下。许小姐，有什么事吗？你不介意吗？在意什么？别人知道我喜欢 Penny， 所以特意给我安排了这个代言。我原本想低调一点，可是他说只要我喜欢，就会给我最好的。哦。他还说要找 Penny 给我设计独家项链，你知道的 ，Penny 可不是谁都能约上的。你说完了？你不介意吗？我在意呀，我在意许小姐浑身上下散发着小三的恶臭气息，好臭啊，许小姐！沈新瑶，你狗男人，竟然是为了许知意！周总，出事儿了！怎么了？你要被辞退了？我可不能被辞退啊！我上有老下有小的，我家还有一个……行，别废话了，坐下说。其实就是Penny小姐要退单。退单？啊？为什么？她说给狗设计不给您设计，让您死了这条心，您是不是得罪人家了呀？我见都没有见过他，怎么会得罪他呀？林楠，是不是你对接的？周总，可不是我啊，我对接一直很有礼貌，但是对方态度很坚决，就直接把我拉黑了。啊，他是这个Penny跟沈星瑶一样，出尔反尔。那怎么办呀？到时候太太拿不到礼物，就要跟您离婚。我们周总到时候就变成没人要的可怜的前夫哥了。哪来这么些词儿啊？我错了，周总。但是我听说盛光今晚要在广汇酒店召开初恋的概念推广会，为珠宝秀做预热，主讲人应该就是Penny。这样，你安排一下，今晚过去。好嘞，周总。嘴上说着不在意，不还是为了礼物奔波吗？嘿，周总，我现在就去。初步的设计稿就这样子的，设计理念我已经标出来了，不过我不太方便出面，接下来事情还得麻烦你。
你我之间有什么麻烦？先吃点东西吧，一直忙到现在。来。对不起。没事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可能是宝宝不太喜欢这个味道。啊，没事就行。要不去处理一下？哦，没关系，我洗个澡就好。赵总，圣光的人说佩妮小姐就在这里面。好，去吧。他呢？在洗澡。洗澡。沈星瑶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好像不是周总的什么人吧？为何要和你碰面？我不想跟你拌嘴。你什么时候回家？回家？为什么家？你说呢？周总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婚？离婚还需要理由吗？我不想和你过了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不缺钱，你那个赌鬼老爹还不缺吗？你跟我离了婚，拿什么填他那些窟窿？这是我的事，不用理会。你有那个能力吗？周总，你管得真宽啊！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请你出去。谁说我没事啊？我来这儿是想等。怎么是他呀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三更半夜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他还在洗澡。我问你，你想干嘛呀？周总，你语气那么凶干嘛呀？谢瑶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就行。你需要我提醒你他是谁的人吗？你需要。周岩，你有病吗？哎，谢瑶，这记住了，他是我的人。解释。什么解释？你和宋时月在酒店里面干什么？刚才如果我不来，他从浴室里出来，你们俩想干嘛呀？我们已经要离婚了，我想和谁在一起就和谁在一起。我。现在能好好说话了吗？你说吧，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？上司和下属的关系。上司和下属的关系，这么晚在酒店里面开房啊？我们在商量推广会的事。那他为什么要洗澡？他在一个有夫之妇面前洗澡，他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离他远点儿。时月才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很了解他。他温柔体贴，不像有的人啊。周庭啊，你属狗的吗？我不许你再说他一句好话。我不像你，家里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。是。太太和那个宋总是什么关系？沈星瑶讨厌宋时月。啊？没看出来啊。那是你眼神有问题。我看太太是讨厌你吧？不是吗？哦，我说那太太为什么跟您离婚呀？我哪知道的？他生气了。生气？那太太为什么生气？你，女人心，海底针，能理解。啊。哦，对，宋总，我今天给您收拾行李箱的时候，我发现您给太太带回来的礼物还在，我要不要给太太送过去啊？他都要跟我离婚了，我还给他送礼物，我有病啊！
放家里了。浪费。他们还是想给太太送过去吗？还得我想理由。周总，圣光的珠宝秀，作为主办方，咱们是不是应该送点礼物过去啊？啊，不用给全公司的人，就给一些什么主编、摄影师，对一些负责人之类的。圣光的秀，也有咱们公司的艺人在，可以送。好，那我现在去准备啊。得，这家没有得散。这个还不错，可以就按照这个来。这是我们周总给各位带的礼物，辛苦大家了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。这周庭安是什么意思啊？他什么时候这么和蔼可亲啊？周氏对我们这么看重，肯定呀是为了许知意铺路。周总这么用心对许知意，不过我好像听说周总有太太。听说是为了钱上位的，不像许知意，又是大明星，又是许家千金，而且呀，和周总是青梅竹马，是门当户对的真爱。上班时间你们在这说些什么呀？不想干了就赶紧打辞职报告。幸好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不知道周庭安。没事儿，狗男人嘛，做一些狗的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。这几天你一直熬夜加班，身体能受得住吗？挺好的，宝宝也很乖。他很听话。我要多赚点钱，然后这样子以后才可以保护他。我会陪着你的。我去忙点手头的事儿。那可是太太最喜欢的巧克力了，太太打开肯定能明白周总的心意。哎，太太，林特助，待会儿下去的时候，记得帮我把垃圾扔一下。我是不是好心干坏事了？许小姐您来了，听说你要跟周总订婚了，真羡慕。你们先忙。你说他今天怎么没像疯狗一样扑上来呀？可能打了狂犬疫苗吧。瞧他风光的，现在到处都在传周庭安为了跑他，拿你那初恋设计给他铺路了。这死渣男，你们还没离婚呢。没事儿，改天我也带俩小鲜肉，咱们各玩各的。哼。拍你呢？不在。是吗？那你是对接人，你来吧。关于初恋，我有些想法要说。不是你上赶着要代言初恋，你现在还有意见了？走吧。什么问题？沈小姐，初恋是田安特意让我代言的，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田安的初恋。行，知道了。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是天造地设的。说正事吧。既然初恋现在是我代言，我想给里面加一些我自己个人特色相关的东西。个人特色？你说的个人特色是小脏，还是不要脸？沈星瑶，怎么？我哪里说错了吗？我知道了，你是嫉妒了吧？可惜，就算你在这段婚姻里面付出了3年，又怎么样？平安只喜欢我一个人。站住！我还没说完呢。
婷安，我只是来找沈小姐说初恋的事，可是她推我。哎，你演技一直这么差吗？婷安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太假。你来这儿不是找佩妮的吗？佩妮小姐不在，沈小姐是对接，所以我出去吧。出去。哎，周总，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。你等一下。那个，前段时间周氏送过来的礼物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不喜欢吗？为什么我要喜欢？车总，你为了讨好许小姐，不必这么弯弯绕来恶心我吧？你干脆直说你要收买整个圣光来追她好了。谁说我是为了她？我那不然呢？我那是。周总，我真的和你没什么好说的，你配合我。周总又来圣光了，听说是为了找佩妮，就是为了让许新瑶更适合初恋的心理。周总对这个白月光真是太上心了，我又磕到了。他们俩是青梅竹马、天造地设的一对儿，许天意真的太幸福了。别打了！沈清瑶呢？沈清瑶呢？哦，周总，夫人刚刚拿着手机出去了。是你跟她说，我送那些礼物是为了讨好许之意呀？不是因为我和圣光合作才送的吗？我很像冤大头吗？解释。可能是误会了。怪不得太太把扔垃圾桶里了。他扔了。你知道那盒巧克力我预定了多久才拿到吗？那我去找太太解释一下。站住！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？周天既然这么在意沈星瑶，要是怀孕的事情被他知道，沈星瑶，别怪我心狠。我跟太太解释一下。让他误以为我喜欢他，只会让他更加的得寸进尺。喂，周总，什么时候可以离婚？等你把钱还完再说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周总，您不怕太太真跟你离婚？他就是圣光的一个小小的设计师，他还得起吗？他。那说不定太太是什么设计界的天才，跟您在一块儿就是掩饰了她的光。明天是圣光的珠宝展，你帮我把其他活动全都推了，回去见佩妮，让她把沈星瑶3周年的礼物给设计了。好，周总，我马上就办。去吧。我还是在意太太。谁在意他？这次辛苦大家了啊！辛苦了。干杯！今天晚上就是珠宝秀了，今天我请客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大家请晚吃，请晚喝。谢谢小姐。沈小姐，你是佩妮的助理，你也辛苦了，敬你一杯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喝酒。沈小姐，你不会是不给我面子吧？新瑶，人家许大明星请你喝酒，你不喝吗？就是啊，许大明星这么给你面子，快喝吧。沈小姐，我敬你。多谢，但是我真的没有胃口。沈小姐，你是不想跟我喝，还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不能喝？好了，谢瑶的确身体不舒服，我来替她。宋总，你这么紧张，好像沈小姐怀的是你的孩子一样。不是吧？新瑶怀孕了？新瑶之前一直在拖，不会是孕了？那是宋总的呀，怪不得他每次也进圣光。闭嘴，吃你们的饭。沈小姐，我只是和你开玩笑而已。我不觉得这是玩笑。那就是我错了。喝不了酒的话，喝杯饮料吧。咱们大家一起，今天晚上就是珠宝秀了，我们预祝今天晚上珠宝秀顺利。干杯！
不让有事。要。宋总，快送他去医院吧。不会是真的怀孕了啊？今天陪你肯定会来的，周总。沈星瑶不是说她也会来吗？哦，夫人应该在后台忙吧？你要去啊？谁说我要去的？你说的。这个时候沈香说出来根本不去管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谁出事了？周总，沈星瑶好像怀孕了。刚才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她一直肚子不舒服，宋总送她去医院了。就是，沈星瑶之前还一直孕吐，这次又不知道怎么了。圣光就是教你们这么乱说话的是吗？哎，周总，您不等偏点，安排车去医院。哦。医生，怎么样？医生说准备洗胃。你说什么？她怀孕了。看验血可以不洗胃，但必须把胃里东西全部吐出来，否则对肚子差有影响。星瑶，星瑶，星瑶，周总，你来干什么？轮得着你管吗？周总，别忘了我没提醒你，你快和星瑶离婚了。你什么意思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赶紧离开，离星瑶越远越好，不要耽误我们两个在一起。原来是这样。我去给你找医生。我真是活见鬼了！我竟然相信沈星瑶和我离婚是因为吃醋闹脾气。对，难怪她一分钱都不要。你知道她想干嘛吗？她这么着急摆脱我，她就是想跟宋时月在一起。真是要了命了！林楠啊，她和宋时月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宋总跟太太他俩是大学同学，而且那个时候关系就一直挺不错的，大家都说他们是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帮打鸳鸯了？周总，按照先后顺序来看的话，还真是。想让我成全他们，做梦！你就在这门口守着，如果今天有人进来，明天早上就不用再上班了。我懂，尤其是那个姓宋的。沈星瑶，如果我和你离婚了，你是不是很得意啊？你是块石头吗？我和你结婚3年了，你还对他念念不忘，甚至还让别人误以为你怀了他的孩子。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这是你自找的。妈呀！动物扒皮，这一下就到医院了。拿手机迫不及待联系宋时月。沈星瑶，我坐在这里，你看不见啊？看得见啊。
我就是想看看我还有多少钱可以先还给你。你以为我是来要钱的？那不然呢？你这个狗，周总，难道你是来关心我的？是。我也想跟你赚钱离婚了。你总算醒了，吓死我了！怎么回事？你怎么会中毒呢？珊珊，我喝的那瓶水有问题，回去的时候你帮我查下监控。好。医生说了，你肚子里的小家伙没事儿，但是这几天要多观察，卧床静养，可千万不能再出事儿。那珊珊，你没事的话，你就先回去吧，我这也没什么事儿。那不行，我得陪着你。哎呀，你工作那么忙，赶紧回去休息吧。我没事儿，我有需要的话就按护士联。那好吧。你起来干什么？我回去躺着。吃吧。你是去给我买吃的啦？还要我喂你啊？拿着。勺子。那个医生说我现在食物中毒，可能还吃不了东西。我问过医生了，你只是轻微的食物中毒，只要身体没有不舒服，就可以吃流食。你既然现在饿了，那就是没有不舒服，快吃吧。你问医生了，那医生怎么说？除了食物中毒还能说什么？他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，又想发什么疯？沈女士，我坐在这里影响你的食欲了是吗？倒也没有，不过周总，这么晚了，你还不回家吗？我哪有家呀？快吃，吃完我有话问你。不是吧？这时候还来催债？周总，你有什么就问吧。你到底为什么跟我离婚？算了，不用解释了，我知道。我知道，沈星瑶，你想结婚就不择手段的结婚，你想离婚就离婚，你把我当傻子说呀？我从来都没那么想，我只是因为宋时月回来了，你觉得你们俩可以死灰复燃了，再续前缘了？啊？别想了，你觉得宋家会让他娶你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吗？离过婚怎么了？离过婚就该被人看不起吗？那离过婚的男人还这么不要脸呢，天天吃着碗里的，看着锅里的。哎，周总，我当然不是在说您啊，我只是举个例子而已。周总，你想问就是这个吗？不然呢？那周总问完了，你可以走了吗？我有点困。沈清瑶，你别把自己想得太聪明。你之前跟我耍那些把戏，我不理你，是因为我没有时间和闲心。你以后再把我当傻子玩，你试试。不就是让我给许局设计个订婚作品吗？我设计还不行，拿了钱，赶紧。周总，您怎么了？你来这儿干嘛？秀场结束了。
太太的包忘拿了，我给她拿过来。周总。叶酸，他吃这个干什么？据说备孕期吃这个可以有效预防婴儿的神经管畸形。备孕？难道圣光传的那些是真的？他和宋时月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了，时隔3年，他竟然用同样的手段嫁到宋家。哎，周总，Penny答应给您设计了，我这就把定金转过去，省得他反悔。想和我离婚，去和宋时月在一起，除非我死。啊，周总，不是当时你自己说，太太还完钱就能离婚吗？他还得起吗？他也是。周总，太太把钱还上了。他哪来这么一大笔钱呢？难道是宋时月给他的？林楠，你抓紧去医院查一查她到底有没有怀孕。快去。好。星阳，你确定你要出院？你既然都已经查出来是谁给我下的毒，这我还能忍。哎，干嘛去？以牙还牙。你来干什么？我来呢，是想告诉你，你代言的初恋系列不但没有提咖，反而被观众们认为配不上初恋系列。那又怎么样？也总比被自己的丈夫嫌弃厌恶要好得多。你干什么？许知野，你要当小三随便你，但是请你不要把我当软柿子。这杯毒水还给你了。去医院洗胃的时候，记得把你的龌龊洗一洗。你个疯子！你敢给我下毒！你不是想当周太太吗？这位置让给你了，你赶紧和田安说一声，收了我的钱和我离婚。到时候啊，我就拉横幅、敲锣打鼓的感谢。你就不怕田安找你麻烦吗？找我麻烦，我不好过。你们两个狗男女也别想我。怎么？你还没喝够是吧？沈清瑶，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！来人，快送我去医院！查到了吗？周总，医院说太太的检测消息属于她的私密，我们无权拿到。然后呢？不过我还查到什么？快说！你来干什么？田安，我不知道我哪里惹到了沈小姐。她今天下午来的时候给我喝了有毒的水，我去医院洗了胃，很疼的。疼？那你找医生啊？你找我干嘛？田安，你就不好奇沈小姐她为什么这么对我吗？不好奇。昨天晚上，宋总一直在帮她挡酒，而且对她很照顾。那天，我还见到沈小姐去了妇产科，宋总也陪着她。田安，他们这么做根本就是没把你放在眼里，我为你不值得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周总，我确实也查到太太去医院是和宋总一起。
还真敢呀！许志毅肯定下死了。他是下得不轻，不过我也不想再和他们有任何牵扯。我现在呀，只想干净点。你真不爱周平安了？爱有你怎么样的？肯定太不爱我了。当初我和他结婚的时候只领了一张证，现在他为了许志毅的订婚礼物花了500万。太渣了他。没事，反正也是我赚的钱嘛，正好赚钱离婚。他打电话干嘛？我欺负了他的心上人，他肯定不会放过。10分钟来周氏。周总，我是不会和许志毅道歉的。还有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离婚？你一直在提离婚，就能再等等？等什么？等你外面的彩旗找上门来，还是等我给你养私生子？我说过，我不会让任何人生下我的孩子。那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沈星瑶。周总，钱我已经还了。钱哪儿来的？我赚的。和3年前一样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说呢？都现在了，你还装傻什么？你真把我当成一个傻子？这个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沈清瑶，3年前你假孕骗我，3年后你又想用同样的手段、同样的方式嫁给宋时月，是吧？那500万是他给你的吧？你收他的钱，把我当什么呀？原来你这么想我应该怎么想你啊？你的眼里只有钱，只有利益。为了嫁入豪门，你不择手段。沈清瑶，你还有心吗？3年前的事情，我没有骗你，你嘴里还有一句实话吗？亏我还……你嘴里还有一句实话吗？亏我还……周总，其他的事儿我都给您推掉了。可爱吗？好看吧？好看啊，周总挑的肯定好看。虽然现在老头子步步紧逼，还不是生孩子的最好时机，但是我一定会竭尽全力保护好他们的。医生，医生，我老婆呢？孩子怎么样？沈小姐没什么大碍，就是摔了一跤，但是她没有怀孕。她没有怀孕？她拿这件事情骗我？3年前你骗了我，现在呢？你是不是真的想给她生个孩子呀？我最后再说一遍，我和宋时月没有关系。那叶酸呢？叶酸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解释解释。叶酸，周总，我觉得我没必要跟你解释这么多。怎么？宋时月能碰你，我不能碰你？他都碰你哪儿了？碰你这儿了？碰你这儿了？是不是连这里也碰了？
田安，我累了，我们离婚吧。离婚？你已经得罪了许之意，你知道跟我离婚之后许家会怎么对你吗？谁跟在身后给你擦屁股？是他先招惹我的，所有的后果我自己承受。你怎么承担？你拿什么承担？哦，你靠假怀孕嫁进宋家是吗？这是我自己的事情，就不劳烦你费心了。你真以为我不敢跟你离婚是吗？是啊，你是堂堂总裁，你有什么不敢的？我嫁给你3年，这3年你有正眼看过我，你甚至连周家老宅都不让我进。你现在心里有别人了，我让位，成全你们不好吗？好，你说的对，我心里有别人了，对，我心里有人。那我们可以离婚了吗？可以。明天早上9点，民政局见。好。婚还迟到，全国首富都没有。周总，您来了。等很久。您能抽出时间来和我离婚，这点等待不算什么。走吧。看完没啊？没看完。都净身出户了，有什么好看的？沈清瑶，我可以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周总，周总，我不需要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签了。你就这么高兴啊？人生最大的喜事，不就是升官发财死老公吗？哦，你虽然还没有死，但是离了和死了差不多。你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去嫁给宋时月了？我的事就不劳烦周总费心了。你啊，对了，周婷，祝你离婚快乐。为了庆祝我们双方和谐友好的离婚，你是不是也该对我说一句：沈新瑶，祝你离婚快乐？你自己一个人慢慢快乐吧。沈新瑶，祝你离婚快乐。新瑶，祝贺你离婚成功。谢谢。初恋系列已经开始卖了，而且被抢疯了，已经突破了之前的销售额记录。要不是你结婚这3年被耽误了，你肯定……恋爱脑入室。不过现在也不晚，以后一起加油吧。我会陪着你的。许小姐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是来找他的。怎么了？是上次的水没喝够。沈新瑶，你就继续折磨我，田安还是会跟你离婚。不过，你很快就会收到我的请柬，到时候我和田安的婚礼，请你务必要来参加。我真的不关心你和周田安。宋总，我有时候是真不明白，
你们圣光这么大的公司，怎么会请沈潇这种货色？圣光的事不用许小姐您操心。是吗？那我今天就来投诉一下。投诉什么？你作为 Penny 的助理，没有及时把我的需求同步给他，造成了初恋系列的重大损失。宋总，我已经和 Penny 见过面了，而且他也说希望辞退掉沈星瑶。你跟 Penny 当面谈过了？什么时候谈的？就昨天晚上，而且他很满意我代言，我们还约了下次继续合作呢。哦，你们两个笑什么？笑你像个小丑。沈星瑶，你……哎，许小姐，Penny最近在出差，我想问你是在哪儿见过？我在那个……许小姐，你好歹也是一个大明星，说谎是不好的。谁说我撒谎了？我昨天真的在……许小姐，你来的正好。现在 Penny 要告你违约。违约？你的代言在网络上引起风波，你应该自己也刷到了。热搜说你不适合代言初恋。合同上有明确的规定，如果你的形象有损初恋系列，我们有权告你违约，并且让你支付违约金。沈星瑶，你算什么东西？让Penny自己跟我出来对接。你现在还不够格见他。许小姐，请你自重。你就由着他这么胡闹吗？Penny出差之前交代过，星瑶可以带他做一切事。初恋系列和你解约这件事情，我会很快公布出去，违约金记得支付。沈星瑶，你给我等着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只是觉得周庭安怎么会喜欢这种女人？庭安，沈星瑶给我下药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吗？那你想怎样？我爸爸很不满，不过我劝了他，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这次就不打算起诉沈小姐了。不过庭安，你也得帮我一个忙。说吧。今晚周伯伯请我一起吃饭，你也来，好吗？你让我陪你去跟他吃饭。我知道你们两个之间有矛盾，可你们毕竟是父子，而且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你就陪我答应了。周伯伯，好久不见。好，现在知道回来了。不是吃饭吗？吃完我有事。混账东西，3年没回来，回来一次就这态度，不懂规矩。他最近心情不好，您别生他的气。好，吃饭。怎么，现在舍得撇下沈星瑶过来陪陪你老爹了？周伯伯，您还不知道吧？平安已经和沈小姐离婚了。什么？哎呀，你终于想清楚了。我早跟你说过，这种家庭出来的女人根本就不配嫁入我们周家。还好这3年，她有自知之明，没有不要脸的缠着你，否则呀，我们俩已经离婚了，没关系了。好，希望你说到做到。过几天呀，我准备以周氏的名义举办一场宴会，到时候请天社会的名。走了。站住！我的话还没说完，你干嘛呀？你想说什么呀？不就想说，给我安排相亲，是吧？娶一个你觉得门当户对的儿媳妇。3年前我的婚事你管不了，3年后照样管不了。臭小子，翅膀长硬了，敢跟老子叫板了？周伯伯，我先走了，下次见。平安，周平安！我没想到你和周伯伯会闹得这么僵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你想摆脱他的控制，
这件事情我们许家可以帮你，只要你和我订婚，我们……哦，所以你一直以来打的算盘是这样的，和我联姻，帮我拿到周氏的控制权，然后让许家吞掉。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的。你想什么都没用，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念头。除了沈星瑶，我谁都不会娶。可是你们2个人已经离婚了，可以复婚呢。你想和沈潇复婚，就算你想，沈小姐也不会乐意吧？我昨晚在圣光碰到沈小姐和宋总了，他们2个人看起来很亲密，感觉马上就要传来好消息。闭嘴！停了！滚！你想跟沈清瑶是吧？门都没有。给我把沈潇那个躲鬼爹找出来。之前着急让给许知一设计，现在不起来，哼，那就得怪我设计跟许知一很配。你干什么？宋时运没送你回来，关你什么事？可惜了，他今天应该送你。你。你们继续。朱田，你有病吗？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。谁让你莫名其妙的机会了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凭什么在我不情愿的情况下对我做这样的事情？离婚是你提的。那离婚协议上签的另外一个名字是狗吗？啊，是狗吗？我后悔了。这段婚姻什么时候结束？只能我说了算。恐怕是要让你失望。欣香，你还好吗？你减肥吧，周总。周总，您就承认自己爱太太吧，有那么难吗？你说什么？不是我说什么，而是您心里在想什么呀？您嘴上说着讨厌太太，可是您做了哪件事不是证明您爱她呀？没有的事儿。好，当年夫人在老宅摔伤之后，您就不让她回去了，不就是怕董事长找人害她吗？还有这些年您一直忙着跟董事长周旋，想拿回实权，您做这些不都是为了保护夫人吗？这是我和老头子之间的事儿，跟他没关系。那您为什么现在一直盯着人家宋总？他想方设法的想跟我离婚，他就是想嫁进宋家。我绝不能让他的奸计得逞，去祸害别的男人。算了，你永远也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。行了，救救爸，救救爸！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爸欠了点钱，你帮我先垫上，等我赢了，我一定还他。你没什么好说的。行，你再帮爸一次吧，最后一次，好不好？你帮的还少吗？家里的房子、车子，还有我妈的医药费，你的奖学金，还有工资，还有那不吧，我收了，那是最后一次。沈清瑶，我养你这么大，你良心让狗吃了！你走不走？不走，我跑出来。沈清瑶，我给你脸了是不是？今天这钱，给也得给，不给的话，我就去找周庭安闹，去圣光闹。啊，对了，那个宋时月不是想追你吗？我看他也挺有钱的，要不然……闭嘴！行。
这就对了嘛。你当周太太这么久了，这点钱应该还是有的。明天给。不行，就今天。你总得给我时间凑钱吧？就明天，不要就算了。行，明天就明天。你可要说话算话啊，不然别怪爸翻脸不认人啊！啊！周总，刚才那个好像是太太的父亲。是。太太真可怜啊，摊上这么个爸，他肯定是来找太太要钱的，他还打太太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就上次来周氏的时候呀，他打了太太一巴掌。你怎么不早说呀？您也没问我呀。你帮我查一查，沈军的债主是谁？周总，你要帮他还钱啊？我有那么好心吗？是时候给他个教训了。谢老板，不是说好了明天还吗？明天一定还啊！废什么话，继续打！哎呀，女婿，好女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我女婿超级有钱，要多少钱找他要，都给你们啊！你还敢跟我要钱？你是我女婿呀，找你要钱天经地义呀。什么意思？不想给啊？小心我把沈星瑶卖到暮色去。找人打听好了，人家愿意出300万，都不带还价的。沈军，你为了还赌债，想要卖女儿啊？又不是没卖过，当初你俩结婚的时候，不是卖了500万吗？啊，后来啊，你俩离婚了，他被你玩过了，不值钱了，哎，卖个300万还是很可以的，只要你不后悔。好，这张卡里有500万，这就对了吗，好女婿啊！给我狠狠的打残了，扔出新厂，永远别让他再回来。周庭安，你什么意思？这钱我帮你还了，剩下的就当给你买个教训，以后有多远给我滚多远。再敢打星瑶的主意，这钱我让你有命拿没命花。你这么对我，你就不怕我告诉青瑶吗？你这么对我，你就不怕我告诉青瑶吗？我说过，你再敢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下场比今天惨1万倍。给我打！好了，走。徐小姐，你不是说去找沈星瑶能要到钱吗？我也没想到你亲生女儿能那么狠心，不帮你还钱就算了，还找周庭安，找人收拾你。你是说，不然你以为他们2个人都离婚了？要不是周庭安的话，谁管这闲事儿？这个畜生，当初就应该把他卖出去当鸡。你说说，你现在得罪了周庭安，这新城怕是混不下去了。你又1穷2白的，这以后可怎么办呀？徐小姐，我可是听你的安排去找沈星瑶麻烦的，你可不能不管我呀。要我帮你吧，也不是不行。帮我做一件事儿，我这儿呀还有300万，就都是你的了。什么事儿？帮我去把沈星瑶肚子里面的孩子给我打掉。毕竟是300万，我做。沈星瑶，我看你这次怎么保证你肚子里？哟，自己啊。周总，有什么事吗？什么事？太太，这个是周总上次出差给您带回来的，您最爱吃的巧克力。我不吃。不吃就喂狗。周总，狗不能吃巧克力。我知道。哎，太
太太，那个，您父亲的事儿，我们周总已经给您解决了，沈军以后也不会再来找您了。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不然呢？你想找谁借钱呀？宋世月，谢谢你帮我。你倒也别想太多啊！你离婚的时候什么都没要，我只是解决一下离婚的遗留问题。倒是你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帮你那个赌鬼父亲还钱，为了他你值得吗？他赌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你，更没有考虑过你的未来。你到底是蠢还是傻呀？帮他还钱？我才不傻！你以后不准再这么蠢。谢谢你啊。胃不舒服，就去医院看看。真不值啊！宝宝，你说他是不是突然犯病了？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衰？欣欣，趁热喝点。白天受惊了吧？小家伙有没有闹腾？没有，他很乖。谢谢。这画的什么呀？一个王八。周庭安不是让我给许知一设计订婚礼物吗？那我可不得设计个符合许知一形象的。你这也太适合他了吧！真有一套。不过你说他竟然帮了你啊？谁知道呢？谁知道他在发什么神经？你说有没有可能他离婚之后发现他喜欢你？怎么可能？他要喜欢我还和许知一订婚呀？不过他帮了我，也算是个好人吧。你早点睡吧啊。晚安。宝宝，妈妈刚刚才夸过你，怎么现在又开始闹腾？凭什么你爸说的那么像？喂，周总，我给你讲个笑话吧。从前有个牙签，他走在路上，走啊走啊，他看到一个刺猬，然后沈清瑶，你这么大半夜打过来电话，最好是有事。我就是睡不着。那你的笑话呢？还讲吗？那周总，你有什么笑话可以讲讲吗？没有。那世界小故事呢？没有。不过，巧克力吃了吗？好吃吗？我还没吃呢。其实，快换季了，服装店那边把当季的衣服送过来了。这个家有你这么一个聒噪的人也挺好的，不像现在。我觉得沈清瑶，你睡着了？这个是给周庭安的设计稿，可以让他去做了，细节到时候我们再沟通。好，有意思。新瑶，我现在人找你。什么呀？秦瑶，怪把狠心了。
伤者一直在出血，快点备血抢救！救救我的孩子！这次和圣光合作的一个珠宝展，周总，太太出车祸了。什么？沈清，你不能出事，绝对不能出事，不可以死。周总，太太肯定会没事的。你说人好端端的，怎么可能会出车祸呢？他怎么可能会出车祸呢？他，你滚！你给我查清楚，这场车祸到底是人为还是意外？快去！好，好好查一下，是不是跟老头子有关系？去。好。医生，他怎么样？病人已经暂时没什么大碍了，幸好撞得不是很严重。哎，谢谢医生。哦，对了，他肠胃不太好，您帮我给他再检查检查吧。胃不舒服啊？具体症状是什么？恶心，想吐。虽然胃不舒服会有这些症状，但是病人已经怀孕4个月了，恶心想吐是正常的妊娠反应，不用紧张。您刚才说什么？恶心想吐是正常的妊娠反应，不用紧张。不是这句，上一句。病人已经怀孕4个月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沈清瑶，你怀孕了居然不告诉我，你真把我当成一个傻子是吗？我明明知道你嘴里没有一句实话，可我还是每次都会上当。4个月，你瞒得真好。周总，你怎么在这里？谁知道呢？也许是路过吧。那麻烦周总了，我联系我朋友过来就行。联系谁？裴珊珊还是宋时月？是谁都行。除了我谁都行。你想让宋时月过来，提前和你肚子里的孩子搞好关系，然后把我这个亲生父亲给忘了是吗？我都知道了。不然呢？你还想瞒我瞒到什么时候？沈清瑶，你胆子真大呀！你怀了我的孩子，你还要跟我离婚？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呀？是你说的不要他，是你说的不要这个孩子的。我是说过，我不能让任何人生下我的孩子，最起码这2年内不可以。但这并不是你欺骗我的理由。欺骗什么？你害怕我干什么？天啊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孩子是我一个人的，和你无关。你离婚之前并没有告诉我你怀孕的事情，这算恶意隐瞒，所以离婚不作数。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，我也有权利决定这一切。你给我好好待在这儿，没我允许，你哪儿都不能去。周天安说郑和是弄死，难道他想？不行，爸爸一定会离婚。周总，撞太太的人是沈军，警方已经在通知他了，咱们也派了人手。对了，老头子那边有动静吗？董事长叫了几个董事一块吃饭，应该是准备动手了。这个老头子果然还是不敢让私生子手握周氏的大权，开始按耐不住了。那咱们，他已经起了心思，绝对不能让他得知邢瑶怀孕的事情。我在这里待的时间太长，会引起他的注意。你派那人看着。是，周总。你是沈清瑶的丈夫？
这段时间要多注意病人的状态。他之前流过产，这次又出了车祸，随时会……你说他流过产？是啊，根据子宫恢复情况，应该在3年前刮过宫。你是她丈夫，你不知道吗？牛票。可是他为什么？周总，太太3年前出了车祸，进的是周家私家医院，那里边全是董事长。是他。林丹，你在这儿给我好好看着，我回趟老宅。少爷，老爷真的下机会。滚！3年前，沈星瑶流产是你做的，让人说她没怀孕，也是你安排的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我也就不隐瞒了。是我让保姆推她流产的，没有怀孕的检查单也是我找人做的，有问题吗？为什么呀？我们周家的孩子不应该由这样低贱的女人来生。你就是一个意外，我不想再有另外一个。所以，你就亲手害死了自己的亲孙子。不然呢？要不是你这3年来把她不放在心里，不让她出去丢周家的脸，她也当不了这么长时间的周太太。你简直丧心病狂！妈的，敢跟老子叫板的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所有的一切都是老子给你的。不，自从我接管周氏以来，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自己挣来的，而你不过是一个曾经抛弃妻子，现在又害死我孩子的混账。这笔账，我早晚有一天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你想干嘛？周婷，我警告你，你妈在哪儿，只有我知道。你最好给我乖乖的，这辈子都别想逃出我的掌控。这里有30万，按照我说的去做。可是周总那边，他现在没空来这儿，况且有我在，你怕什么？事成之后还会再尾款。沈清瑶，你千不该万不该，不该让周婷安知道这个孩子的存在。怎么了，医生？沈小姐，准备一下，我要带你去手术室。手术？什么手术？流产手术。我没有预约这个手术啊。是周总安排。吴林，咱二姨走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可以先去上个厕所，然后自己回去。好。你要干什么？和你无关。让我猜猜，该不会是周婷安不想要你肚子里面的孩子吧？怎么知道的？沈星瑶，你还真是蠢！我们刚离婚，提安就安排我和他父亲吃饭，要让我们2个人订婚了。姐，我不要的。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沈星瑶，你也就这张嘴硬。你知道提安他为什么一直不要你肚子里面的孩子吗？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周婷安他是私生子吧？什么？所以你觉得他好不容易才掌握周氏，在周家站稳脚跟，会和你这个没名没分的女人结婚，让你生下他的孩子，好让他父亲掌控他吗？所以他不要你肚子里面的孩子，因为你不配。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们2个人门当户对，所以他和你离婚，和我订婚。至于你，我没那么大方，
让你这个前任留着他的孩子。我的想法和他一样。沈思瑶，你干什么？是，我是没身份没地位，但我也不是可以随意操控的棋子，不是你们可以随意玩弄的软柿子。告诉周天，这孩子是我的，和他无关。该死！沈星瑶，你要是现在跑了，你就别怪我了。不是让你看好他吗？他人呢？您告诉我没一会儿，医生就要带太太去做检查，我也不太好跟呐。而且医生说是太太自己跑，她自己跑的，她跑什么呀？你在这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找！哎，田安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是担心沈小姐，听说她出事了，来看看，没想到她自己给……不会是你做的吧？不是我，最好不是你。如果是你的话，你会死得很惨。田安，我知道你在周家的处境，我们不是敌人，就像我说的，我们可以合作。不需要。我知道你不需要，可是现在处境不同了。周伯伯要是知道沈潇怀孕了，那麻烦可就大了。所以呢？所以我们可以订婚。如果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话，我们整个许家都会帮你。你觉得我需要你帮我？你当然不需要。可是你一个人对抗周伯伯的话，有点太难了。你威胁我？我不敢，我只是不想看着你为难，让你夹在中间。不劳烦你费心了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。周总，沈金瑶呢？还没查到，是董事长那边。他又要干什么呀？董事长刚刚把和恒远集团建度假村的项目收回去了，说是下个月再谈。这可是周氏近几年最大的项目呀！之前是一直年在筹备，如今董事长这样，他想架空我，但是他也得真有那个本事啊。那咱们找人，继续找人。是，等一下，丽娜，我母亲那边有消息了吗？也还没查到，董事长那边瞒得太紧了，我们务必在度假村的项目有定论之前，把人给我找到。是。沈小姐，这房子是我以前住的，家具齐全，我也定期过来打扫，可以直接拎包入住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沈小姐。顾阿姨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先租半年吧。好的，我去拿合同。那是我儿子，15年前照的，那时候啊才上初中呢。他现在应该已经成家了吧？听说已经结婚3年了。听说？啊，不说这些，来，我们签合同吧。是我的错觉吗？怎么觉得照片上的人有点熟悉？喂，星星，你都安顿好了吗？你是不知道，周庭安找你都找疯了。他找我就是为了打掉我的孩子，我跟他不会再见面。我支持你。珊珊，你要有时间的话，你帮我把给许知一设计的订婚礼物给他吧，这样我们就两不相欠了。我知道了。星星，你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啊。我会的，你也是。周总，你来干嘛？他呢？
我都说过很多次了，欣欣不在我这儿。他除了你之外没有别的朋友，你一定知道他在哪里，你赶紧告诉我，要不然今天我……周总，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新瑶看不到你这副模样，你不用装了。这是 Penny 给你设计的订婚礼物，拿着这套礼物和你的许知意相亲相爱去吧。谁说这个礼物是？你再过来，我要报警了。这明明是给沈清瑶的，她这个女人真没良心，她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周总，咱们的人查到顾夫人在海城出现过，最近公司高层有所变动，您确定要这个时候到海城去找她吗？15年了，是时候该亲口问一句为什么。我不去，快点，不去！哎呀！告诉周正德，这是他的亲儿子，他如果不想要就扔了，我是不会再管这个累赘。妈妈，我不要回什么东西，你不要丢下我，我会听话的。我到底有多么面目可憎，让他们所有人都想抛下我？周总。啊，我这次去海城，也是为了亲自拿下恒远那个度假村的项目。落地之后，你马上去安排一下。还有，看好许家，许知意不简单。是周总，我马上安排。那太太怎么办啊？等我解决完这件事情，亲自去找她。听说这是海城最有特色的餐厅。哎，周总，你一会儿要不要试试这个？周总，林总是过来度假的，是吧？是周总，这不是看您前段时间胃口不好吗？那我怕太太看见了心疼你。那不是太太吗？周总，太太怎么跟宋总在一块儿啊？对了，下个月是恒远集团王董和他夫人的结婚40周年纪念日。王董说他夫人很喜欢你的设计，很想找你定制一个纪念日礼物。啊，你如果不想接的话，有钱不赚大笨蛋。再说了，王董和他的夫人40周年，应该很恩爱吧？就当给我的宝宝沾点喜气。那行，那你负责珠宝设计，我来帮你完善细节和珠尖，就像大学。不用，你现在可是老板，怎么能让你干打杂的活呢？一套珠宝我还是可以的，你还是和圣哥日理万机吧。我说过的，万事如我，不必一碗看。周总。你说呢？走。你来干什么？真是捣蛋，在这也能碰上周婷安。你这么关心我的话，我可以让林楠把我的行程都给你。周总，你们两个已经离婚了，你这么……宋总误会了，我今天来呢是想和宋总谈笔生意，正好碰到了饭点，咱们可以边吃边聊。宋总一顿饭应该还是请得起的。沈小姐应该也不会介意吧？你怕什么？我又不会吃了你。你们周氏从来不涉足珠宝行业，我们圣光也不会和许小姐再有合作。我不知道我跟周总还有什么可谈的。宋氏以珠宝起家，我听说宋总在上大学的时候成绩优异，毕业之后更是去到了巴黎深造。回国之后没有选择继承家业，而是去到了圣光进行历练。这么有上进心，果真是跟那些豪门二世祖大有不同啊！周平安，你会不会说话？我夸他呢，你听不出来啊？不敢当，周总过奖了。不要谦虚，你敢当，你太敢当了。沈小姐，您觉得呢？是啊，宋总年轻有为，可比那些道貌岸然、专横跋扈、
恃强凌弱的人好太多了。沈小姐人长得漂亮，可惜啊，长了一张不会说话的嘴。谢谢周总夸奖。不必客气。服务员，这2个绿的不要，剩下的全要。星瑶，你怎么了？周庭安为什么会突然来海城？哦，我听说周氏和安远集团有一些度假村的项目就在海城，他可能就是来出差，碰巧遇见的吧。原来不是特地来的。星瑶，你之前说你来海城就是为了换一个环境，安心养胎，但是周庭安这最近一直找你，你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？还是说那个车祸就是周庭安恶意诽谤？是要负刑事责任的，宋总。周总原来是懂法的，如果没什么事的话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宋瑶，我想和你聊聊。星瑶跟你没什么可聊。邹世玉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星瑶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我知道，只要星瑶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会对这个孩子负责。邹总，你好心帮我养孩子这件事情，我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感谢你呀。可惜，我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星瑶，我有话跟你说，过来。周总，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孩子是我一个人的，我不准干涉他的事情。星瑶，你到底为什么跟我离婚的？是因为他吗？一直都是我们之间的问题，和其他人无关。好，那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你又吃错药了。郑总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是狗粮没吃够是吗？周总，我刚该走的是你吧？10月，我们走。哎，周总，你不追吗？太太都跟孙总跑了呀！追什么呀？反正他在海城，在我身边。你跟上去，查查他住在哪儿。好。哎，等一下，那个姓宋的，你给他找点事儿干，别让他总跟着星瑶。您放心，我肯定安排的妥妥当当的。大光，沈星瑶就住这么个破地方啊！别打，哎，敲门。周总，太太可能睡了吧？她属鸡的呀，睡得比鸡还早。哎，周总，咱们是不是有点扰民啊？也是，那要不我明天早上再来？行啊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想进去。周婷啊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知道啊。那你为什么要住在这？我没地方住。这是我租的。这片地都是我度假村的内需，住这儿怎么了？出门左转有家5星级酒店，周总，您去那吧。太太，我刚查过了，这附近的酒店都订满了。啊，夫妻一场，你也不忍心让我出去流浪街头吧？我这还……哎呦，周总，太太，外面下着雨，周总还感冒了，你就收留他一晚吧，太太，求你了，太太。谢谢啊。太太，周总，我先走了。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的，让你住得这么开心？是，这里自然是比不上周总寸土寸金的别墅。闹够了吗？闹够了赶紧走吧。
你要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啊！你要是再敢伤害我的孩子，我就……你就什么？报警！沈星啊，你不要喜欢别人好不好？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们复婚吧。你听见我说什么了，对吗？我刚刚看石心儿聋了一下。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正好，你也好好想一想。什么时间？让我有能力保护好你们的时间。他怎么突然和我说这个？他不是要和许志毅订婚了吗？他不会是想和我复婚，这样才有资格打掉孩子吧？怎么没水了？是周庭安一来准没好事。又说我什么坏话呢？啊？没什么。那这没水了，你头发怎么办？就不劳了周总费心了，我去烧水。哎，等着，怎么烧啊？我看顾阿姨家好像有个煤炉，上次看到过，应该还能用。在哪儿呢？厨房。你问这干什么？我去吧，你坐着。狗男人竟然给我烧水！周总，你会用吗？会。你要不要我来帮你？不用你来，我自己可以。你这个门，你们家这个门确实不太好使。那个水烧上了，你还有什么别的吩咐？一次性讲完。那个，我饿了。啊？我是孕妇，我饿得快很正常。那我给你做，还是我给你买？阳台柜子里有点小零食，周总，你可以帮我拿吗？好，等着。周庭安竟然在细节上照顾我了，够吗？周总，你吃吗？我不吃，你吃吧。沈星啊，我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少吃点垃圾食品，对脑子不好。那你多吃点，你脑子好。这好诡异，我总觉得像是上断头台前世的践行者，好瘆人。要不还是我来吧。闭嘴！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是想用这种方式和我复婚，然后让我打掉孩子的话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以为我这么做是为了跟你复婚，为了打掉孩子呀？不是吗？我真想扒开你的脑袋，看看你每天到底在想什么。你敢动我就报警！报警吧，报警也没用。你瞎动什么？刚才不是问过你水烫不烫吗？刚刚被蚊子叮了一下。哼，原来你除了招男人喜欢，还招蚊子喜欢啊！我要是招男人喜欢的话，那周总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谁告诉你我不喜欢你？之前啊，你周点，你能不能进别人房门前先敲个门啊？我从来不随便进别人卧室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所以现在在你眼里，我连个人都不是了，是吧？你真是蠢！怎么还不换衣服啊？你是等着我帮你换是不是？你先出去！你换太慢了，我帮你换吧。坐下。右手。走吧。乌龟呀你，走那么慢。那你是鸵鸟吗？那么。来看一看，看一看。嗨，找到了，买多少？你看着我干嘛？饿了？想吃什么呀？我带你去买。你中邪了吧？小姑娘，这是你老公吧？他对你真好。
一看你们就是恩爱夫妻，我不会看错的。对，我们就是恩爱夫妻。哎，您眼光真好。没想到周总，你也会混这种地方。我小时候就在这种地方长大的。你？小时候，我还以为你从小到大都是趾高气扬、目中无人的大少爷。你想多了。那你小时候？我爱你。当然了，哪有母亲不爱自己孩子的？那你会丢下他吗？绝对不会。周总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走，进去逛逛。周总，你要买什么？你说呢？快进来吧。周庭安小时候到底经历了什么？选选吧。选什么？你说呢？能选什么？我带你来这儿能选什么？选美吗？那不用了，周总，这些东西我都有了。来，你过来一下。这件绿色的，还有这个蓝色不要，其他都要。好。这狗的人是不是疯了？周总，这件衣服是3岁以上的小孩穿的。先生太太，你们的宝宝多大了？我可以给你们推荐合适的。他肚子里的，你给我推荐推荐吧。这个宝宝以后都可以穿的。会做生意啊。那这样，按我说的做，全包起来。好，我们会送货上门的。在哪付款？这边您跟我来。走吧。这回真饿了，想吃点什么呀？不想吃。那还想买点什么？谢谢周总好意，我不想买。我想买行吗？我买着玩儿，我钱多，我烧得慌。周总，你这样会让我误会的。你说你这个人，你误会什么呀？我不就给你买一点，你怎么了？要去医院吗？不去，我不会让你有机会打掉我的孩子的。你长点脑子吧！我如果真的想打掉孩子，那这几天我在干什么？你那是在骗我。突发心悸要注意休息。你这个丈夫当的也太不负责任了，孕中一多思，尤其孕初期，你怎么照顾她的？医生，我不是。不是什么，女人这辈子就怀孕的时候受的苦最多，所以说一个女人愿意给你生孩子，那是爱你的表现。好的，医生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看样子你们也是第一次当父母，这个册子你先看看吧。好。你好好休息，我守着你。你守着我？周总不会想趁我睡着的时候把我的孩子打掉吧？我不能和岳父一般见识。青瑶，咱们俩已经离婚了，我没有权利在你不同意的情况之下为你流产，你明白吗？好像也是。那你随意吧。周总，我要休息了。为我生孩子是爱我的表现，那他，星瑶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你怎么又来了？天啊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周伯伯已经把度假村的项目给我们许家了。你和他合作了？这不是我的本意，不过只要你答应和我订婚，我永远站你这边。你想都别想。我知道你想保护沈清瑶，但是现在周伯伯已经知道了她怀孕的事情，你觉得周伯伯会放过她吗？你说的是不是？是他自己查到的。周庭安，你现在只是失去度假村的项目，再这样下去你会失去整个周家，到时候你拿什么保护他？你就这么笃定恒远会和你合作吗？恒远集团的夫人是 Penny 的粉丝，我已经邀请到 Penny 给她设计。周庭安，我等你的消息。只要你答应和我订婚，我会和你一起保护沈清瑶。你没这个资格。周庭安，
你果然是在骗我，我差点就信了。沈星阳，沈星阳，你睡了吗？周总，你别来了。你怎么又变脸了？你先好好休息，我晚点过来看你。你敢来我就跑！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给我老实点啊！都是顾阿姨。我听街坊邻居说你住院了，来看看你。麻烦你了，顾阿姨。星瑶，你的前夫是叫周廷安吗？阿姨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啊，我在杂志上看到过他。孩子也是他的。不过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这个孩子现在是我一个人的。为什么离婚？他不爱我，也不想要这个孩子。阿姨，所以顾阿姨，你也有个儿子？他这辈子大概不会想见我。为什么？他恨我。我以为是为了他好，所以才把他送了回去。没想到我错了，他过得并不好。等我想把他带回来时，已经来不及了。他应该很难过吧？他以为我抛弃了他，不要他，我骗他，带他去玩，却把他送了出去。所以，他肯定最恨别人骗他。他被送出去之后，每天都在被打压，童年过得一定很痛苦。也许，你老公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，他只是不想让孩子重蹈他的覆辙，过他童年的生活。当然，我也只是这么一说。天色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。对不起，廷安。这也不是你的错。我知道周正德会这么对你，我不会把你送回去。我现在过得挺好的。那星瑶她，我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要参加，麻烦您帮我照看一下星瑶，千万不要让老头子发现她。你放心吧，我会的。啊，谢谢你。许知意竟然说带了 Penny 去给王太太设计产品，这个女人。日月，我准备一下，你带我去那个宴会吧。可你这……他不是要带潘妮去吗？那我岂能辜负他的好意？之前的账，我该做。婷安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这可是你最后的节目。还轮不到你对我指指点点。你可别后悔。王总，王太太。许小姐。这位就是 Penny。王先生，王太太。无论你想要什么的设计，直接跟他说就好，什么都能满足你。太好了。王总，王太太。王总，我们许氏和恒远关于度假村的项目，是不是可以敲定了？许家提出的方案，远没有我提出的好，对吧，王总？周总，抱歉，我太太特别喜欢潘妮，只想要她的设计。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下次再合作。可是王总，我们之前……平安，你还不跟我合作吗？到时候周伯伯来找沈星瑶的麻烦，
你拿手。王总，麻烦您再考虑考虑，我提出的条件可以让你们获得更多的利益。周总，你说的我都懂，只是潘妮一直都很神秘，但许小姐竟然把她都找到了。是啊，许小姐真的很厉害，居然把潘妮请来了，这份诚心我很感动。这年头，谁都能叫潘妮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身体还好吗？沈清瑶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们说的这些，你听得懂吗？许之意，事到如今你还在撒。沈香，你在乱说什么啊？他根本不是真正的潘妮。他不是潘妮，谁是潘妮？你不要忘了，我们大家可都知道，你不过是圣光的一个小职员罢了。就凭你，也配在这里指点潘妮？我比在座的大家都有资格。凭什么？因为我就是潘妮。你是潘妮，所以你才……沈清瑶，你在那乱说些什么？你怎么可能是潘妮？我是圣光的老板，青瑶，她就是潘妮。这不可能！有什么不可能的？你没想到吧？你3番5次想代言的作品竟然是我设计的。如果不是你不要脸，你能代言我的作品吗？你还找了一个假潘妮来冒充我。我不知道你想算计什么，但是你涉及侵权，我会起诉你。许小姐，你也太过分了，你竟然骗人！宏远不会再跟你这样的人合作了，我们也会拉黑许氏。不要，我不是。沈清瑶，这一切都是你。这也太吓人了。秋婷啊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我哪儿比不上他？你根本就没有资格跟他比。周总，太太的父亲被抓了，他公认就是许之意出钱收买他，去撞太太的。是你？许之意，现在许家也保不了你，我一定会让你牢底坐穿。不要，不要！你不要这样对我，我到底哪里做错了？你错就错在不应该伤害星瑶。等久了。我才没有等你。你为什么对许之意那么冷淡？她不是你的未婚妻吗？以后禁止你吃垃圾食品。这垃圾食品什么事？你太笨了，越吃越笨。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要娶许之意啊？你好像是没有。你不相信我？3年前，你不是也不相信我？我错了。你竟然会说你错了？来海城之前，我得知了3年之前的真相。是老爷子派保姆推了你，而当时我并没有选择相信你，是我的错。对不起。你即使我没有得知真相，也会想复婚的。星瑶，再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，好吗？我们复婚吧。这是你设计的那个。早知道你是拍你，我就不用费这么大劲了。所以你找潘妮设计师？为了你，不然还能是为了谁啊？我一直以为你喜欢潘妮，就找他设计了咱们3周年的纪念日礼物。那你会打开看吗？那你会打开看过吗？没有啊。怎么了？我竟然设计了个王八给我自己。我给你戴上吧。不要。为什么？也是，你自己设计的，都没有惊喜了。只有惊，没有喜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里面到底是什么呀？你是不是又想跑啊？这你都知道。
姨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你应该喊妈。妈，顾阿姨，你是周庭安的母亲。庭安说的对，你应该叫我妈。所以周庭安，你小时候的事情没那么惨，老头子自以为能折磨我，但是他吧，还没那个能耐。周庭安，你还真的是一如既往的口是心非。我哪有？你来干什么？沈星瑶，我不会让你这种女人怀上我们周家的孩子的。我只能有你这一个错误。当初我就不应该让你来到这个世界上。沈星瑶肚子里的孩子，他就更不应该。不是的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你一定要活下来。4年前，我没有能力保护你和孩子。3年后，终于保护了你们一次。星瑶。我没有在第一时间选择相信你，不要难过了，好吗？救救无常！所以我花500万，买了一个王八。我以为你是以为我是送给许之意的，你当我冤大头啊？这你不说清楚？是林楠没有说清楚。对，是林楠的错。打什么？出院死了你？不是。哎呦，为什么受伤怎么是我呀？当然，你也笨。谁让你结婚3年都不回家？许之意告诉我，你都和他在一起。许之意说什么你都信，她是你妈呀。那你为什么回家？太太，您误会周总了。董事长这个人太阴狠了。周总为了保护您，他一直在公司跟董事长周旋。你这些为什么都没有告诉我？因为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对你太上心，我更不能让他从我手上夺走周氏。那你应该把这些都告诉我。我以后什么都告诉你。走吧，给你放3天年假。多谢周总。周总，你是全世界最好的霸总。来，小王八，给你戴上。我不戴。戴上多好看，你自己设计的，你还。你不戴也行，但你要告诉我，那天宋时月在宴会上说，潘妮是他的初恋，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反正他不是我的初恋。真的？我的初恋是谁？你不知道吗？宋时月不是你的初恋？难道说？难道是我？你不吃垃圾食品，你也不。所以那天在暮色，那不是我们第一次见面。所以那天晚上巷子里的人是你。你自己记不住，还怪我。所以说，你对我是，你对我是一见钟情。我才没有。对不起，是我误会你了。星瑶，咱们复婚，好不好？看你表现吧。十月，你怎么来了？星瑶，
我这次来是跟你道别的。我能看得出来，你很爱周庭安，因为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从来没有这么开心过。还有，你记住我说的话，你是唯一的星光，不要让任何人掩饰住你的光芒，哪怕是周庭安，如果他敢欺负你的话，随时来找我。谢谢你，石远。又跑。你们恭喜出院。信瑶，妈，你们这是？是我做的饭菜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胃口。合。妈做的，我都爱吃。快吃吧。信瑶，我还以为你跑了。肚子有点饿，要不吃完这顿饭再跑？可是，我还没看过你们俩的婚礼呢。那咱们就满足妈的心愿，再结个婚吧。如果你不同意的话，妈会很难过的。星瑶，咱们复婚吧。勉强答应你了。